俄苏25肉身拦截自家无人机，乌克兰新旅存在显著问题，利用俄资产，美国再为乌提供10亿美元。12月25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执行任务期间，一架俄罗斯的苏25攻击机和一架俄罗斯的侦察无人机发生碰撞。在这次作战任务中，苏25攻击机与俄罗斯制造的 ZALA 侦察无人机相撞，碰撞导致攻击机的机头受损，驾驶舱窗户及航空电子设备受到影响，机组飞行人员并未受伤，并成功将受损飞机降落在基地机场。俄电报频道称，飞机的损伤不算严重，航空部门维修预计能够完成修复。然而，随着前线无人机的密集飞行，攻击机和无人机之间的碰撞并非首次发生。今年1月，一架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几乎和一架俄罗斯的苏25相撞。随后在6月，又有涉及乌克兰的 DJL Mac 无人机的类似事件发生。针对苏25和无人机的频繁碰撞，俄罗斯军事博主迅速指责是友军防空系统误射所致，称之为友军火力。这说法呢，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不久之前的12月18号，俄罗斯宣布损失了一架卡52鳄鱼攻击直升机及所有机组成员。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空军的损失显著，特别是在飞机数量和种类上均遭受重大打击。根据公开数据，截止2024年初，俄罗斯空军已经不可挽回地损失了大量飞机，包括31架苏25攻击机。这款飞机主要用于低空飞行并进行地面打击，但其较低的飞行速度和薄弱的防护使其成为乌克兰防空系统和无人机的易受攻击目标。此外呢，俄罗斯还损失了7架苏34战斗轰炸机、3架苏30战机以及大约8架卡52鳄鱼直升机。苏25是一款由苏联设计的单座单发动机攻击机，该机专为低空飞行并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而设计，特别适合支援地面部队。其对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近地支援天花板 A10。和 A10 一样，苏25采用了重装甲设计，能够在近距离地面打击中提供持久的生存能力。最大作战半径为500公里，最高时速为800公里每小时。和 A10 不一样，苏25不以机炮作为主要攻击手段，所以需要携带多种炸弹、导弹和火箭弹。苏25的作战理念偏重于在敌方防空网密集的地区执行任务，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但是由于攻击主要是依赖于非精确轰炸和火箭弹，因此其打击精度较低，尤其是在对抗现代防空系统时，面临较大挑战。而在俄乌战争中，由于缺乏先进的隐身技术，苏25在现代空战中相较于一些新型战机处于劣势。作为低空攻击机，苏25频繁受到乌克兰防空系统的威胁，尤其是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和北约提供的先进防空武器。俄军在战争初期就投入大量苏25执行地面支援任务，但是由于乌克兰逐步增强的防空能力和无人机威胁，苏25在空中频繁遭受攻击。最令人一言难尽的是，由于苏25需要低空飞行，以此保持攻击高度和躲避雷达，但在俄乌战争中，偏偏有大量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无人机和苏25飞行在同一高度。因此，除了防空导弹外，无人机也成为了苏25的重要威胁。几次报告中提到，苏25和无人机发生碰撞，导致飞行员损失和飞机受损。如果将苏25和同年代的攻击机进行对比，最直接的对比对象呢是美国的 A10 雷电2。A10 和苏25具有相似的设计目标，即为低空飞行提供地面支援。A10 首次飞行是在1972年，设计上考虑到对抗敌方防空系统，采用了强大的装甲保护，尤其是独特的前风挡和机身的防护设计，使它在面临敌方火力时能够生存下来。与苏25相比， A10 在对地能力上的设计较为明显，其装配的 GAU-8A 复仇者机炮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使其打击精度和作战效果远超苏25。然而，尽管 A10 在精确打击和生存能力方面优于苏25，但它也面临着类似挑战。在俄乌战争中，苏25的表现显示出低空飞行的攻击机在面对现代空中防御体系时的脆弱性。A10 在伊拉克战争等现代冲突中的表现也反映了类似问题。虽然美国军方通过持续升级 A10 的防护系统来弥补这一缺点，
但这类攻击机无论是苏25还是 A10，都不能像现代战斗机那样具备隐身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像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S400、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时，它们的脆弱性愈加明显。从俄乌战争上来看，现代对地打击更看重的是射程和精度，即防区外打击能力。想要实现这一能力，需要极其先进的导弹和制导技术，而对俄罗斯而言，电子产业的缺陷使其难以适应环境变化，战机损失居高不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过去的2天战斗中，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线上成功抵御了俄罗斯的进攻。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12月23到24号期间，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韦等多个方向成功击退了俄罗斯的攻势。在库尔斯克州，乌克兰防卫力量称已击退27次俄军的进攻，尤其是在库拉霍韦方向，乌克兰部队报告称成功拦截了30次敌军进攻，维护了该区域的重要防御据点。同样，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的一个营指挥官表示，部队在过去1周内击退了3次机械化突袭，摧毁了约37辆俄罗斯使用的装甲车辆。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防卫力量报告称，已经拦截了37次俄军的攻击，防止了敌军在多个村庄的突破企图。而在库拉霍韦方向，乌克兰部队称成功击退了30次俄罗斯的攻击，确保了当地防御设施安全。此外，乌克兰空军在12月23到24号期间，对俄罗斯在罗斯托夫州的米勒诺沃空军基地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并在多地造成了有限的破坏。这些行动表明，乌克兰防卫部队在多个战线上积极应对俄罗斯的进攻，试图维护其防线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呢，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方面，外部观察者的独立验证尚有限。当前局势仍在发展中，双方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未来战况发展仍需要进一步观察。虽然最近的形势呢，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特别糟糕，不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依旧让乌军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新组建的部队。152列兵旅在2023年9月开始组建，最初定位为机械化部队，但该旅呢又经历了多次转型，从机械化步兵转为摩托化步兵，随后又恢复为机械化步兵。一位现役高级军官解释道，尽管旅在训练了9个月，但主要功能仍作为野战征兵中心。这是因为在组建期间，上级的命令不断下达，将我们的人力转移到其他前线单位，每个月有300到800名士兵被抽调，我们不得不断地补充新兵。我们招募了坦克操作手，但随后被重新分类为摩托化步兵，不再需要他们，只能重新分配。后来又转回机械化步兵，突然又需要坦克操作手了。2024年8月，152机械化旅的新兵训练仅在排级完成后，便被部署到了库尔斯克地区，承担2线防御任务，既独立作战，又和其他部队协调合作。到24年9月，旅从机械化步兵转为列兵单位，以支持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行动。频繁的角色和人员调动使旅的困境更加严重。士兵们到达波克罗夫斯克时，对连长一无所知，而连长也不了解下属。152列兵旅未能完整编制部署到波克罗夫斯克，而是将小单位分配并且长期附属其他编制。有些情况下，士兵被无正式文件的转派到其他单位，导致接收单位无法正式接纳他们。这些士兵在后方空闲了1周后，又被送回原旅。一位高级军官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军队现在这么混乱，我们的步兵连射击都不会。然后发现他们第2天被派去突击，几天后他们已被列为失踪，在20人中15人失踪。尽管152旅是特例，但老部队为补充兵力，从新组建部队中抽调人手并非第一次发生。之前大兵呢在这期视频中就介绍过杀死47旅，这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俄军在今年逐渐加强的攻势不足以让新兵完成完整训练。虽然俄军的兵员素质更差，但胜在人数更多，可以不断的拉伸战线，而乌军的防线呢就像是一根皮筋，被拉得越来越长，越来越薄弱，这是俄军的阳谋。所以新的乌军部队作战能力不佳，也是特殊情况的无奈之举。无论如何，乌军高层的这种调动确实防止了俄军在某一方向上形成大规模的突破。
现在乌军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随着俄军攻势的减缓，未来新的乌军部队会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轮调和训练。美国在12月24号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价值10亿的贷款。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施米哈尔表示，这些贷款仅来自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润。目前被美国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已经产生了200亿美元的利润，这些利润将分批提供给乌克兰。该计划被称为 G7 特别收入加速贷款计划，旨在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转移价值500亿美元的利润，以支持乌克兰在2025全年的预算、军事和重建援助。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